山河远阔，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欢迎收听悠然心语。深夜，一列火车在夜色中缓慢前行，包厢里的秦木婉被颠得昏昏欲睡。这时，砰的一声，门被人从外面拉开，一道黑影快速闪了进来，并反手关上门，捂住他的嘴。嘘，别说话，帮帮我！来人低声哀求着，接着闪身钻进了他的被窝。秦木婉一惊，弹起身刚想呵斥，可这时门再度被人撞开，一群手持凶器、身穿黑西装的彪悍男子闯了进来，个个凶神恶煞。为首的光头男子打量了昏暗的包厢后，恶声恶气质问秦木婉有没有看到一个1.8米多的男人。没看到。鬼使神差的，秦木婉摇了摇头。妈的，让他给逃了，继续给老子追！光头啐了一口，随后带人迅速离去。秦木婉松了一口气，掀开被子，请你马上离开。男子却忽然轻身，朝他吻了下来。他的呼吸火热、急促，体温也不正常的高。唇瓣近乎掠夺地吞噬他的唇舌和话语，秦木婉满脸惊恐，双手使劲儿，试图推开他。然而，男人却扣住了他的手腕，将他2只手锁在头顶。对不起，男人嗓音嘶哑得近乎低沉，语气中似乎还夹杂着一丝隐忍和渴求。说完，他在他耳边亲吻。气息喷洒下来，秦木婉只觉得一股电流穿过脊背，浑身酥麻。她终于发现男人的不对劲。男人似乎意识不清，整个人意乱情迷，只能凭借本能地在他身上索取。秦木婉吓坏了，她从未有过这种经验。不要，放开我！你是什么人？立刻起开，不然我喊人了。他嗓音因为害怕，微微有些颤抖。男人喘着粗气，沙哑地道：我很热，我保证会很轻。不，秦木婉再度拒绝。然而，回应他的是男人越发热烈的攻势。他肆无忌惮的索要，攻城略地。秦木婉试图反击，可这样的举动在他看来更像邀请。当恐惧变成现实，秦木婉的食指在他后背抓住10道触目惊心的抓痕。混蛋！剧痛仿佛要将他的灵魂撕碎，他眼眶流下泪水，却只能随波起伏。良久之后，一切终于结束。秦木婉疼得浑身都在发颤，他嗓音都哭哑了。身侧的男人理智缓缓归拢，他煞着嗓音对秦木婉道：今晚的事，对不起，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秦木婉惶恐地蜷缩着身体，往后靠了靠。他们全程没开灯，他看不清他的容貌，但没关系，因为他压根不稀罕他的负责。男人见他不搭话，穿好衣服，郑重道：我得走了，回头我会找到你的。话毕，他迅速拉开门，大步离去。小小的空间内，很快剩下秦木婉一人。他感到满腔的委屈、愤怒，这可是他守了20年的清白，就这么没了。眼泪再度翻涌上眼眶，遭遇了这种事，秦木婉再也没有一丝睡意。他起身穿好衣服，将门锁死，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火车终于到站。他神色憔悴地下了火车。这时，耳边响起一道宛如老母鸡般尖锐的嗓音：秦木婉，你还要让我们等多久？原来是他的继母杨新月带着继妹秦若仪朝这个方向走来。
这母女俩皆化着浓妆，身上一股浓烈的香水味，简直要呛死人。秦慕婉眼底浮现出些许厌恶，语气薄凉道：“我让你们等了吗？你真是不识好歹！”杨新月怒气冲冲地指着秦慕婉的鼻子：“若不是你父亲非要我们来，你真以为我们有那闲工夫来接你？又不是多娇贵，凭什么要我们来接？自己随便拦辆车不就好了吗？”秦慕婉一脸的讥讽：“谁让我爸现在有求于我？毕竟他还要靠我这个女儿去攀附权贵呢。”杨新月听到这话，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那死掉的废物母亲，真不知道哪来的能耐，居然能跟墨家那样的名门望族定下婚约，说不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话是这么说，但他的内心却无比嫉妒。墨家可是云城第一豪门权贵，而秦慕婉的未婚夫墨景修不仅是功勋卓越的退役军人，而且还年轻有为，相貌俊美，身家好几千亿，是墨家这一代的天之骄子。整个云城的名媛千金都想着嫁给他，偏偏却被秦慕婉给占了这个便宜。继妹秦若仪同样极度的心里泛酸：“你这种土包子，哪里配得上墨家的那位？比起你，我才更有资格成为墨家的儿媳妇。可惜，你也只能是痴心妄想。”秦慕婉毫不留情的讥讽，同时脸色沉了沉，目光充满警告地看着杨新月，冷厉道：“另外，注意一下你的言辞，再敢让我听到一次你侮辱我妈妈的话，我直接去墨家悔婚，让你们一毛钱都捞不到。到时候看看我那好父亲会是什么反应。”这话倒颇具威胁力。杨新月和秦若仪虽然不甘愤怒，可最后却也是能咬牙忍下来。他们把秦慕婉送去了酒店，然后就离开了，压根不让他回秦家。此时，车站外一辆黑色劳斯莱斯车内，墨景修正面容冷峻地端坐在后座上。他脸部线条刚毅俊美，五官精致的宛如谪仙下凡，上身穿着微皱的黑色衬衫，薄薄的布料将他完美的身材线条勾勒而出，结实且性感。下身笔直的西裤衬得一双大长腿越发修长禁欲。助理顾言一脸紧张地跑过来，跪在车门边：“爷，您没事吧？都怪属下疏忽，让他们有机可乘。呵，你说呢？”闻言，顾言的身躯猛地颤了颤，他颤抖道：“都是属下该死。行了，这世上能算计我墨景修的人还没出生。”墨景修浓眉微蹙，声线冷沉，带着不怒而威的气势。顾言不由得心叹，他家爷果然不愧是让国外无数雇佣军闻风丧胆的牛逼人物。墨氏集团总裁这头衔完全弱爆了，只有血影墨七爷这名头才配他的威势。行了，起来吧，帮我找个人。墨景修吩咐了几句，又强调务必要找到他。他可是说好会负责的，绝不能失信于人。顾言颔首：“是，我一定会好好调查清楚的。”说完，他顿了一顿，小心翼翼道：“不过，爷，2小时后，您可能得和您的未婚妻先见个面。”闻言，墨景修眼中闪过一丝不耐烦。酒店内，秦慕婉登记完入住后，第一时间就去浴室泡了个澡。白如凝脂的肌肤布满了青紫的掐痕，在氤氲的水汽中显得格外的魅惑。
秦木婉看到自己身上的种种痕迹，再想到那个男人，不由得握紧了拳头。而这时，叩叩，外面响起敲门声。原来是他父亲秦雄来了。3年未见，秦雄倒是越发容光焕发。只是秦木婉却知道，他此次前来是来卖女的。3年前，母亲去世，他父亲秦雄听信继母杨新月的怂恿，将他流放到乡下外婆家。足足3年时间，他们对他不闻不问。此次突然急匆匆找他回来，竟是为了攀附豪门，将他给嫁出去。据说对方乃是锦城第1豪门墨家的人。也就只有这时候，秦雄才会意识到有他个女儿的存在。你来做什么？秦木婉语气凉凉的，没太多的情绪。秦雄打量着眼前的女儿，没有重逢的喜悦，有的只是复杂。他淡淡开口，和墨家的人约了见面，特地来接你。秦木婉讽道，这么急着把我卖了，就不能让我歇口气？你，秦雄动怒，想扬手扇他一耳光，但想到接下来女儿还得见人，此时不宜动粗。他咽下一口气，命令道，你还有1个半小时，我这就带你去做个造型，立刻去换衣服，随我出门。秦木婉心里厌恶，没动，后背挺直地看着自己父亲，想要我嫁人，先告诉我，我妈当年到底是怎么死的？当年妈妈只是小病，为何1晚上就撒手人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欠我一个解释。够了！秦雄突然勃然大怒，猛地打断秦木婉，厉声呵斥，你要我说多少遍，你母亲就是情况恶化才走的。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你还揪着不放，没完没了的是吧？秦木婉眯着眼睛，打量着他父亲这反常的反应。他目光如刀，仿佛要将他看穿。1个半小时后，云城市中心一家装修典雅的咖啡厅内，秦木婉如约见到那位传说中的未婚夫莫景修。男人一身贵气，身上穿着纯黑色手工定制西装，扣子扣到领口第1颗，看起来格外严谨，一丝不苟。他跨步而来，腰杆挺直，浑身散发着久居上位者的凌厉气息。秦雄率先起身打招呼，态度特别殷勤，莫总，您来了，快请坐。莫景修点点头，在秦木婉对面坐下。他淡淡打量着秦木婉，秦木婉亦淡淡打量他。两相对视，秦木婉不由得心中感叹，这男人还真是和传说中的一模一样，完美的近乎无可挑剔。木婉，还愣着做什么？和莫总打声招呼啊！秦雄见自家女儿在那傻坐着，忍不住出声催促。秦木婉落落大方，开口道，你好，我是秦木婉。莫景修。男人眉头微挑，说了3个字。他嗓音格外低沉好听，宛如大提琴音调，异常迷人。秦木婉觉得有点耳熟，不过没有多想。莫景修有点诧异他的反应。这些年，不少女人看到他后，眼睛几乎要粘在他身上，唯独眼前这女人反应非常平淡。莫景修觉得这女人也没那么讨厌，而且她长得也不差，勉强能应付婚约。但是想到这，他开门见山道，秦先生，我觉得这桩婚约有点太急了，所以想要先以未婚夫妻的名义处着。婚礼的事回头再议，毕竟结婚是大事，你觉得呢？秦雄闻言不由一愣。
他自然是不愿意，希望能越快结婚越好。可眼前这个年轻人的语气透着一股子不容置喙，他饶是有意见，也只能开口：“这自然没问题，您决定就好。”秦木婉在旁边蹙了蹙眉，他能清晰感觉到，眼前这个男人对他并没任何兴趣。他孤高冷傲，压根就瞧不上自己。之所以会来这里见他，恐怕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这种有点被漠视的感觉，让秦木婉心里有点不舒服。初次见面很短暂就结束了，秦木婉直接回了酒店，莫景修则回了公司，处理了一些事务后，才在晚上将近10点的时候回到御景园别墅。顾言来了，步履匆匆，也找到那位小姐了。她就住在立功国际酒店。好，备车，我现在就去找她。是。5分钟后，黑色劳斯莱斯快速驶离御景园。莫景修的内心是有些迫切的。今日与秦家女儿的见面，让他内心颇感烦躁。这婚约是老爷子强行安排的，而他内心却已经有想要的人了。她就是昨晚火车上那个女孩。想到昨晚那动情的一幕，他的心就一阵激荡。他可是说过要对她负责的。若是能找到她，那和秦木婉的婚事也就不必继续了。酒店内，秦木婉刚洗过澡，脑海中回想昨夜男人的话语。他说他会来找他，但秦木婉并不太相信，毕竟两人连面都没见过。他到底是谁？长什么模样？听声音应该很年轻吧？秦木婉脑子里一阵胡思乱想，许久，他才去关了灯，准备休息。而酒店楼下，莫景修也很快抵达。顾言，那位小姐住在3楼的306号房。莫景修颔首，你在这等着，顺便去查一下她登记入住的名字。顾言颔首，顿住脚步，不再往前。莫景修搭乘电梯，来到306号房前。他缓缓抬手敲门，想着那女孩会是什么长相，见到她又该是什么反应。结果没料到，手刚触到门板，门就开了。莫景修怔愣了一瞬，微微蹙眉，心说还真是粗心，门都不知道关好。他推门而入，屋内漆黑一片，只有微弱的光线从窗外照射进来。迷迷糊糊间，秦木婉隐约看到眼前出现一道黑影。他起初没反应过来，片刻后猛地一激灵，吓得睁开眼睛，整个人几乎从床上弹起。什么人？你怎么进来的？他语气听起来似乎有点惶恐。显然，昨夜的阴影还在残留在心里，没有散去。莫景修立在床边，看着床上迅速蜷缩成一团的小东西，微微扬起唇角，用低沉的嗓音说道：“别慌，是我说过会来找你的，这么快就忘了？”秦木婉一愣，这声音略有些熟悉，低低沉沉，带着微微的磁性和沙哑。是你？他一下认出来，这是昨夜那个混蛋。他居然真的找来了。你又来干什么？他身子下意识又往后退了退，语气有些不悦。不料男人突然轻身下来，逼近他，嗓音带着说不上来的性感，在他耳畔道：“你说呢？我说过要对你负责。”秦木婉被他的气息一下震慑住，等到反应过来，唇已经被男人吻住。他动作没有了昨晚的急促，
但是索取间却带着不可抗拒的霸道。他一手扣住她的腰肢，一手扣着她的后脑勺，越发深入这个吻。秦慕婉整个人都懵逼了，她慌乱地挣扎着：“你放开我！”“不放。”男人在她耳边低语，气息火热：“对你，我克制不住，也忘不掉。这世上，他是唯一让他有碰的欲望。一靠近，就像受到了牵引，素来傲人的自制力全部自动崩盘。”秦慕婉有些惶恐，害怕昨夜的事情再来一次。可男人再度吻了上来，他的唇舌仿佛有种魔力，能勾动人心，让人理智崩溃，脑袋一片空白。直到男人放开他换气，秦慕婉才回过神来。她又羞又愤，想打开灯，看清面前这个男人的嘴脸。每次都摸黑进来侵犯别人，你该不会是个惯犯吧？还是丑得不能见人？莫景修一脸艳足地勾了勾唇。这女人倒是有趣。见他没有说话，秦慕婉不由挑了挑眉：“怎么？难道被我说中了？那你呢？长什么样？需要给你时间补妆吗？”莫景修不答反问。看来你对自己很自信。秦慕婉嘴角讥讽上扬。而这时，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秦雄的冷冷的声音传来：“在吗？你母亲留了一些东西，我给你拿过来了。”秦慕婉眼神一凛，心下一慌。他怕父亲会在这个时候突然闯进来，看到这荒唐的一幕。“你别出声！”他命令道。男人在黑暗中发出一声闷笑：“遵命。”秦慕婉松了口气，快速穿好衣服，摸黑冲出卧室。出去后，他又迅速反手把门关上。秦雄见他气息微喘，脸色有些不正常，不由皱眉：“怎么了？”秦慕婉若无其事地淡淡开口：“没事，刚洗完澡。东西在哪？”“在车上，地下室停车场。”“那就走吧。还磨蹭什么？”秦慕婉率先朝电梯走去，口气很是不好。秦雄面色一沉，隐隐要发作，最后还是压住了。毕竟他现在还需要这个女儿，帮他实现与墨家的利益联姻。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件事更重要。听着外面的声音消失，莫景修嘴角一笑。看来这个女人还是个惧怕父辈的小可爱。想着，他心情甚好地起身，朝浴室走去。此时，酒店走廊的另一边，两道身影蹑手蹑脚冒出来，是杨新月跟秦若仪。“若仪，你快进去找找，那死丫头带没带名贵的东西？记住，动作一定要快。我在外面帮你盯着。”杨新月拉着女儿的手嘱咐道。秦若仪点点头后，用门卡一下子打开了房门。这间房是她帮忙开的，所以有备用房卡。她正准备往床头柜摸去，突然浴室传来一阵水流声，把她吓了一大跳。“咦，秦慕婉不是跟父亲下去了吗？浴室里怎么还会有人？”空气中还有一股淡淡的男士香水味。难不成我这姐姐刚回来就找上男人了？这么猴急的吗？秦若仪心头腹诽着，嘴角不由浮出淡淡嗤笑。倘若真的是有男人的话，那我这姐姐岂不是背叛了墨家？那到时这婚约可就进行不下去了。心里如此一想，她反而不紧张了，等着看看这男人到底是谁。这时，浴室的门被拉开，莫景修用毛巾擦拭头发，
裹着浴巾出来了。她腰身紧实，身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沐浴后的她，头发还挂着水珠，顺着发梢滴落在她紧致结实的肌肤上，整个人看上去有种说不出的性感和魅惑。再加上那张俊美如天神一般的脸，秦若仪一时间竟看呆了。更让她震惊的是，眼前的男人竟是莫七爷，是姐姐的未婚夫。真的看不出来，姐姐好手段，才刚到就跟莫七爷进展到这般程度。秦若仪满心都泛出酸味。此时看到秦若仪，莫景修也是一愣，随后他的眼眸中泛起温柔。这么快就回来了？原来你是长这般。他温柔笑着，一步一步走到秦若仪的身前，下一秒很优雅地牵起她的手，虔诚地亲吻了一下。这一举动让秦若仪整个人如同被雷劈中，大脑一片空白。莫景修亲吻了她的手，而且他怎么对她一副非常熟悉的样子？他们明明是第一次见面。手背上那块被莫景修亲吻过的肌肤似乎滚烫异常，仿佛星星之火，瞬间惹得他满面绯红。秦若仪受宠若惊地盯着莫景修看，而这一幕落在莫景修眼里，却是一副小女人的可人模样。这时莫景修的手机响了起来。顾言爷，查清楚了，酒店房间登记的名字是秦若仪。好的，我知道了。莫景修挂断电话，嘴角噙着好看的笑意。他温柔道：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了？秦若仪的脑子一片空白，下意识地回答：我叫秦若仪。这就对了。莫景修满意地点点头，好，我记住了。旋即他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而秦若仪终于回过神来，她极力思考着所面临的一切。莫景修穿戴整齐后，来到秦若仪面前，他神色冷峻，郑重允诺道：我还会找你的，我说过了，会对你负责。秦若仪一听，心头欣喜若狂。现在她能想到的就是这件事情一定跟姐姐有关系，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莫景修却把她误当成了姐姐。不过这样正好，本来他还在跟母亲处心积虑地商量着怎么把秦慕婉的这桩婚事抢过来，没想到现在竟这么容易就实现了，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地下停车场，秦雄将车子后备箱打开，拿出一个小箱子。你妈留给你的这些东西，现在原封不动都交给你。秦雄先从箱子里拿出一本古朴的相册，递给秦慕婉。看到相册，秦慕婉顿时一阵心潮翻涌，喉咙仿佛被什么哽住。他接过相册，看到了自己从小到大的照片，满月的、1岁的、3岁的，每一张都是母亲精心拍摄的，弥足珍贵。他翻找着，迫不及待，直到看到母亲跟他的合影。母亲抱着他牙牙学语，搀扶着他一步一步地学走路，教他写自己的名字。每一张照片，母亲都展露笑颜，看上去快乐而美好。只是可惜，与母亲的合影也只有区区7、8张。他伸手慢慢抚上母亲温柔的笑靥，脑海里所有有关的母亲的回忆，就像是开了闸的洪水一般纷至沓来，眼眶不由发涩，似是再也承受不住眼泪的重量，泪滴落在手边。
一旁的秦雄见状，神情丝毫不为所动。他是带着目的来的，所以在秦木婉擦掉眼泪后，便急不可耐地拿出一张银行卡，递过去。还有这张银行卡，我看过了，不是国内的，里面有没有钱我不清楚，一样是留给你的。秦木婉伸手接过，问：密码呢？秦雄眼神转身，语气有点急切：你妈走得急，没说密码。不过这是她特地留给你的东西，你应该知道密码吧？秦木婉冷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东西吗？秦雄被噎了一下，略不情愿，又从小箱子里摸出一块啤酒瓶盖般大小的玉佩。那玉佩颜色泛黄，上面有一条裂缝，缝隙里还沾着一些污迹，看上去并不值钱。就这3样了。秦雄说着，又把目光落在那张银行卡上，眸光中里闪着一丝贪婪。这银行卡密码，你再想想，总应该可以想到的。他坚信苏若言临死之际肯定留过密码，如果能拿到这笔钱，对他眼下的债务至少可以缓解1、2。秦木婉有些不耐：我说了我不知道。秦雄很是不悦：你可别想骗我，这是你妈留给你的遗物，肯定是希望你拿到里面的钱，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秦木婉顿时怒从心起，狠狠地瞪向秦雄：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问多少遍还是一样。还有，既然是我母亲交给我的东西，你一次次问密码是什么意思？想据为己有。秦雄咬牙：我替你保管这么久，分一半钱也是理所当然。秦木婉顿时觉得恶心，他怎么有脸要母亲的东西？秦雄，我还以为你多少会顾虑点父女的情分，现在我算是看清了，你真是无可救药。秦雄当下冷着脸：既然你不记得密码，拿了也是没用，不如我先替你保管，等你想起来时再给你。话落，他一把伸手从秦木婉的手里抢过了银行卡。凭什么？这是我妈的遗物，还给我！秦木婉被激怒了，这人怎么能这样无耻？当初他妈妈真是瞎了眼，才会选择这样的男人。秦雄压根没理会，默然把卡收好。秦木婉愤恨地瞪着他，手里紧紧抓着相册和玉佩，冷嗤道：这枚玉佩，你是不是也拿去鉴定了吧？肯定不值钱吧？秦雄脸色微变，没有吭声，显然是默认了。秦木婉锐利的眼眸将他的神情尽收眼底，心头如针扎般刺痛。哈哈哈，你这种人也配当人父亲，简直令人恶心。冰冷的声音里蕴着一丝心酸。秦雄那张老脸青红不定，斥责道：随你怎么说，银行卡的密码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就什么时候来找我。说完，他不再理会，径直上车，头也不回离开了。车子的引擎声消失后，秦木婉最终忍不住，抱着相册缓缓蹲下，痛哭起来。等他收拾情绪，回到酒店房间，一进门，房间空无一人。那个男人已经走了。秦木婉的嘴角不由自嘲一笑，还说会对自己负责呢。结果呢，还不是走得不留痕迹，什么都没留下。呵，自己差点就信以为真了。想着，秦木婉的心里又涌出几分苦涩。他猛地摇摇头，心道：罢了，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吧。这般想着，他拖着疲惫的身子沉沉入睡。凌晨，
莫氏集团总裁办公室内，莫景修还在忙碌着，刚回来接手庞大的企业，很多业务都需要他一一过目。顾言敲门进来汇报：总裁，调查出来了，这是秦若仪的资料。说着，将手里的文件递给莫景修。莫景修修长的手接过文件，翻看起来。顾言站在一旁，继续说着：秦若仪小姐江南大学刚毕业，学的是艺术表演类。父亲是秦雄，母亲是杨新月，目前待业在家。秦雄，莫景修眉宇蹙了蹙，微微诧异。顾言点点头：是的，她与秦木婉小姐正是姐妹关系，是秦木婉小姐的继妹。莫景修凝眉，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竟会如此巧合？如此一来，他倒是可以取消跟秦木婉的婚约了。反正爷爷的要求是跟秦家联姻。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爷爷如此看重一个小小的秦家，但想来只要是秦家的女儿也就行了吧。拿定主意，莫景修吩咐顾言：记得提醒我，明日早起，我有事要跟爷爷谈。顾言恭敬颔首：好的，总裁。翌日清早，莫家老宅，莫景修脸色淡然，带着顾言走过大门回廊，到了大厅。莫家老爷子吃过早餐不久，正坐在椅子上喝着早茶。百年传承下来的老梨花木椅子古香古色，老爷子手中端着紫砂茶杯，随着他的动作，茶香缭绕氤氲间，百年的厚重味道清显。老爷子一身唐装，眉梢也染上了层白，双眸如古井无波，但仔细看去，眼神却越发浩瀚深邃，让人不敢轻视。顾言忍不住心中赞叹了声，当真是仙风道骨。莫景修面色不变，走到老爷子身边，轻声问候了句：爷爷。随后拿起紫砂陶壶，轻轻给老爷子斟茶。热茶斟满，他将陶壶放下，并未急着开口。老爷子轻轻啜了口，视线扫过他，嘴角轻轻一翘：大清早的就约我见面，想说什么就说吧。好。莫景修轻轻颔首：我一直不明白，您为什么非要让我和秦木婉结婚？那只是个小小的秦家，从利益层面来说，应该不值得您如此。莫老爷子将茶杯放下，声音清淡：所以呢？我调查过，秦雄现在债务缠身，破产在即，这样的婚姻对于我们莫家而言毫无益处。话音落地，莫老爷子微微笑了：我知道你的小心思，无非就是想解除婚约。是。被爷爷看穿了，莫景修干脆直言：我心中有其他人选，您真想抱曾孙的话，我也会很快。莫老爷子不接他的话，只是扭头问身侧的老管家道：去门口看看，那丫头来了没？她刚回城，我还没见过，约了她，应该快到了。是，老爷。管家闻言出门去了。站了一会儿，果然有车子到了。秦木婉下车后，打量着眼前这幢豪宅，心里倒是没太大的感觉，只是觉得这里的主人品味卓然。整幢宅子古香古色，数百年的老宅保存依旧完好，每一片砖瓦都带着厚重风韵，更别提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应俱全，风景秀丽。这简直就是座古朴的百年庄园。管家见状，立刻迎了上去，躬声道：是秦小姐吧？老爷子已经在里面等您，
请跟我走。好的，有劳了。秦木婉礼貌颔首，跟着进去。管家还有点诧异，听说这位是乡下来的野丫头，这会儿一看，却是满身书卷气，丝毫没有乡野里的粗鄙，是位妙人儿。难怪老爷子会钦点她成为少爷的未婚妻。管家感叹间，人也带到，老爷，人到了。秦木婉神色拘谨，收敛心神看去，一眼瞧见莫景修和老爷子。男人俊美的耀眼，老人一身正气，颇具风骨，看着让人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莫老先生。秦穆楚率先开口打招呼。莫老爷子仔细地打量了下他，小姑娘皮肤白皙，举止端庄，气质娴静，看着就舒服。他轻轻捋了捋胡须，嘴角漾出一抹笑容，长得跟你母亲真是越来越像了，不愧是美人胚子。谢谢莫老先生。秦木婉低低地应了声，称呼不要那么见外。莫老爷子摆摆手，你跟景修一样，喊我爷爷就好。好。秦木婉抬眸看向端坐在那里的莫景修，他轻轻抿着唇，脸庞清淡，举手投足间带着不可侵犯的王者气息，双眸更是深邃清凉，仿佛两汪看不到底的幽深潭水。和他稍微对视两眼，连整个灵魂都能够吸进去。秦木婉怔愣了一下，就收回视线，没有像别的女人那般，眼睛几乎要粘在他身上的花痴样。这倒是让莫景修微微一怔，不过也仅是一瞬，他淡漠开口：坐吧。略有些低沉的嗓音传来，似有些熟悉。秦木婉也没多想，直接坐下。莫老爷子立刻开口指使：景修，给丫头倒杯茶。秦木婉连忙道：不必，爷爷，我自己来就好。说着要去拿紫砂壶，然而莫景修快了他一步，两人手指陡然接触到一起。秦木婉正愣了一瞬，指尖如触电般缩回，神情有些尴尬。抱歉。莫景修微微一怔，有些愣然。平时他基本不和别的女人接触，也讨厌接触，唯独之前发生关系的女人例外。可刚才那一瞬被他碰了，竟莫名不讨厌。这是什么情况？姓秦的就这么特别？莫景修勉强收敛神色，回应道：没关系。他帮秦木婉倒了茶。秦木婉立刻道谢。莫老爷子见人都到齐了，开门见山对莫景修道：你刚才要说什么？再说一下。莫景修眉目冷清，不过口气和缓了很多。我觉得我和秦小姐之间的婚约有点过于仓促，毕竟双方都不了解，也不熟悉。我想这事儿是不是暂缓比较好？秦木婉微微一愣，黛眉蹙起。所以他们一早约自己来，是为了解除婚约吗？秦木婉心里头有些堵。回来后就受到家里的欺凌，在这也不受待见。他心情实在好不起来，所以说话也带着一丝凉意。莫少说的是，我也是稀里糊涂被叫回来。若是你对婚约有什么异议，可以提；若是想解除婚约，也可以直说。莫景修再度一怔，这话不是应该他来说吗？怎么反了？老爷子见自家孙子都没反应过来，看着秦木婉的眼神，莫名有些欣赏。表面看着柔柔弱弱，倒是有自己的骨气，不由笑道：丫头，你想多了。我叫你来，是想问问你，对这桩婚约有什么要求？例如订婚典礼要在那举行，
喜欢中式还是西式风格，爷爷都给你办了。莫景修眉头一皱，爷爷，你闭嘴，我问你了吗？莫老爷子冷冷呵斥，接着看向秦木婉，眉眼含笑。秦木婉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他不傻，看得出来莫景修似乎不太想继续这桩婚约，可被老爷子这样一搅，就变得有些好笑了。秦木婉一时有点不知所措，我不知道。不知道啊，那没关系，继续想，想好了告诉爷爷。说话间还狠狠警告地等了莫景修一眼，那一记眼神颇具威严。莫景修面色微沉，心想爷爷肯定是故意的，他为何那么执意要他和秦木婉订婚？虽说这女孩没有想象中的粗鄙，也不令人讨厌，可是他答应了火车上的女孩，要对她负责。即已经有承诺在先，现在若是又履行婚约，也会负了秦木婉。莫景修百思不得其解。然而莫老爷子根本不理他怎么想，自顾自拉着秦木婉说话：丫头，这几年一定过得很辛苦吧？不，在乡下一切都挺好的。秦木婉温润地笑了笑，接着说道：能代替妈妈陪伴外婆，我也感觉很快乐，在那里生活并不苦，很自然温馨。他的眸中出现些许向往神色，他没说谎。比起日夜看到秦雄和杨新月那贪婪的嘴脸，他宁可一辈子都在乡下住，再也不要回来。可母亲秦木婉的眸子微微暗淡了下去。莫老爷子将他的神情看在眼中，再次温和地笑了笑：丫头，放心吧，现在婚约既然已经定下了，以后你就是莫家的人，谁也不能欺负你。他的话掷地有声，秦木婉点了点头：谢谢爷爷。但他心里却并不抱希望，他看得清楚，他和莫景修的婚约根本不可能完成，他也不想要他。两人又聊了几句，莫景修将紫砂陶壶放下：爷爷，你不能喝太多的茶，对胃不好。也到了我练字的时间了。莫老爷子点点头，看向莫景修：景修，你去带着丫头在宅子里转转。好。莫景修微微颔首，目送莫老爷子起身往后宅走，这才转眸看向秦木婉。他的眼神清冷无比，举手投足间带着属于上位者的气息。秦木婉微微低头，避开了他锐利的眸光。走吧。冷冽的男人声音响起，他没多想，连忙跟了上去。莫景修带着他在老宅中逛起来。莫家老宅建筑古香古色，风景秀丽美好。莫景修在前面走，秦木婉快步跟在后面。两人一前一后，中间仿佛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很快到了莫家老宅的花圃中，花圃中各色花卉争奇斗艳，百花绽放。静静站在旁边，就能闻到扑面而来的花香。秦木婉的心情好了很多，花朵好看，花瓣娇嫩，她轻轻蹲下身体，手指轻轻划过距离她最近的那盆花。随后她轻轻咦了一声。莫景修停下脚步，转眸清冷地看着她，就见她将靠近她的那盆花给端起来，仔细地端详着，眉头轻蹙。阳光落在他身上，给他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他的眸子更深了。怎么了？耳边传来男人独特低沉的声音。秦木婉转眼看向他，手指了指花朵那微微蜷曲枯黄的叶子，轻声开口：有虫。
我会让园丁来处理的。他的语气有些不耐烦，俊脸清冷。秦木婉怔了怔，连忙放下了花盆。他听出来了，莫景修根本就不想再陪着他逛。我已经逛完了。好了，七爷应该很忙吧？那我就先告辞了。他说完，对他礼貌疏离地笑了笑。莫景修的眉头轻轻皱了起来。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号？看他已经转身打算离开，他还是跟了上去。我送你。谢谢七爷。秦木婉没再多说，沉默地跟在他的身边。两人走到莫家老宅大门处，莫景修刚要招呼顾言去开车送他，就见一辆火红的保时捷停在了大门外。副驾驶的门被打开，秦若仪从里面出来，打扮得花枝招展，十分漂亮。怎么是她？秦木婉有些诧异地站住。在他身边的莫景修看到秦若仪，嘴角已经漾出了灿烂的笑容。他原本冰冷的脸庞仿若春风解冻般，快速地迎了上去。秦若仪静静地站在车边，戏谑地看向愣住的秦木婉。可真是巧了，秦木婉，你这所谓的正牌未婚妻既然也在，那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七爷到底喜欢的是谁。他看向走向他的莫景修，露出更加娇羞的笑容。你怎么来了？莫景修略微诧异地道。秦木婉越发狐疑地看着两人，手指不由自主地攥住。想你了。秦若仪的语气十分温柔，仿佛能滴出水来，想见到你。说着，主动挽上莫景修的手。莫景修下意识想挣脱，但僵了一下，就停住动作了。这一幕让秦木婉彻底呆住，他愣了好几秒，心里堵得厉害，连呼吸都跟着停滞下来。他们怎么会这样亲密？陡然察觉到秦若仪投来的得意目光，他的手指攥得更紧了，指甲都深深掐在了手掌心中。秦若仪拉着莫景修朝他走了过来。姐姐，你怎么也在？秦木婉清冷敷衍了声，视线落在他和莫景修交错的手上，眉头皱紧。难道他恨不得马上和他解除婚约，就是因为秦若仪的缘故？这也太荒唐了。秦木婉深深吸了口气，冷着脸看着两人。是爷爷请你姐姐过来的。莫景修对秦若仪说了声，转脸看向秦木婉，冰冷说道：今天招待不周，真是抱歉了，秦小姐。他的语气里带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客气。秦木婉摇摇头，他的视线还定格在莫景修和秦若仪牵着的手上。母亲费尽了心力给他争取的婚约，在这一刻如此苍白可笑。呵，压抑的感觉袭来，他已经憋闷得不能呼吸，视线在他那张英俊的脸庞上扫过，他仓促地对他打了个招呼：七爷客气了，我先告辞。莫景修懒得看他，对旁边的顾言招招手：你去送送秦小姐。是，爷。不必麻烦了，我自己走就好。秦木婉连忙推辞了下，再也不看两人，快步离开。秦若仪盯着他的背影消失，嘴角漾出得意的笑容。昨晚离开酒店后，他马上就把自己在秦木婉房间里遇到莫七爷的事情和母亲说了。他们两个推敲分析了很久，最后才确定，这是在机缘巧合下，莫七爷将他当成了秦木婉。这忽然砸上头的幸运，他一定要狠狠抓住。他要让秦木婉的豪门梦彻底破碎，自己取而代之。全剧终。